经中美双方商定，美国总统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波德斯塔于9月4号开始3天访华行程，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共同主持中美气候北京会谈。气候变化一直被视为中美极具合作潜力的领域，在美国大选年背景下，作为世界最大的2个经济体和排放国，中美的新一轮气候接触将会聚焦哪些议题，以及对2国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生态环境部3号发布消息，经中美双方商定，美国总统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波德斯塔将于9月4号到6号访华，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共同主持召开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第2次会议。双方将就中美工作组下务实合作、各自国内气候政策行动、气候变化多边进程等深入交换意见。美国白宫曾在8月28号称，在新一轮中美战略对话中，双方强调了采取具体措施应对气候危机的重要性，并欢迎波德斯塔在对华访问期间进一步讨论。有知情人士称，此次会晤预计将以2国此前的讨论为基础，双方都希望巩固能源转型方面的合作，共同应对一系列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今年5月，刘振民与波德斯塔在华盛顿进行了首次线下会谈，期间双方分享了各自气候政策和行动的经验与挑战，表示愿意开展相关技术和政策交流。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这次会面氛围很友好，刘振民特使的团队在波德斯塔家与其共进了晚餐。此前，美国前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与中国前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长期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友谊，这也在中美双边关系广泛存在摩擦的背景下被视作一抹亮色。对于气候特使的工作，约翰·波德斯塔与刘振民都是新人，但绝非新手。接任退休的约翰·克里担任这个在拜登内阁占有1席的职务之前，波德斯塔曾经负责美国气候法的实施工作，而刘振民则是一名资深的中国外交官，曾多次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和主要成员参加气候变化多边谈判。2017年至2022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期间，刘振民主管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主持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相关工作。此次会谈的议题非常务实，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它有助于中美2国继续推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中美2国呢，作为全球最大的2个经济体，也是碳排放大国。如果说2国能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有效的务实合作，那其实对于整个国际社会，当然具有非常鲜明的示范效应，对于整个全球气候治理也具有引领的作用。将在11月举行的美国大选，也是中美气候变化会谈的另一重要背景。选举结果不仅将决定总统宝座的归属，也将影响未来4年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路线方针。在拜登政府任内，美国寻求与中国就气候变化问题展开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危机。外界预计，如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获胜，料将采取相同的路线。相比之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一直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态度消极。他在此前总统任内高调退出巴黎协定，承诺将扩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有舆论指出，中美都寻求在非官方、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联系，开展更深层的气候变化合作。即使特朗普当选，2国官方互动降温，这些组织也能维持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继续合作。而波德斯塔访华是近期一系列中美外交活动的一部分。自去年11月2国元首旧金山会晤以来，中美双方一直保持密切沟通。尤其是今年8月，中美金融工作组进行第5次会议，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同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访华，举行新一轮中美战略沟通。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气候部副主任兼中国问题分析中心研究员凯特·洛根认为，气候问题在缓和中美双边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波德斯塔访华可能会使拜登政府在与中国的合作方面留下气候遗产。如果民主党人在大选中胜出，这将能够在更牢固的基础上重启2国关系。这将需要美国在向新政府过渡之际，利用中国稳定双边关系的愿望与北京合作。中美2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它的意义可能并不仅止于气候变化这样一个单一议题。
实际上呢，它对于中美关系的大气候也可能是非常有帮助的。说到底呢，它有助于中美两国在包括气候变化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领域形成一种以合作来管控分歧的互动模式。这其实呢，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一定是大有帮助的。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2号至14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在4号举行的媒体通气会上，本届论坛筹委会综合协调组组长吴建刚向媒体透露，本次北京香山论坛规模再创新高，在议题设置上聚焦全球安全关切的最大公约数，鼓励相关方深入交流、平等协商。据悉，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将派专家学者参加相关活动。吴建刚表示，截至9月3号，已有包括美国在内的90余个国家、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的500余名代表，以及200余名中外专家学者确认出席本届论坛。在参会人员的邀请上，兼顾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层次嘉宾的代表性和多元性。本届论坛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坚持立足亚太，面向全球，在继续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提供平等对话、集体发声的平台，同时进一步加大了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的代表的邀请力度，为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合作、推动全人类共同进步提供更多的机会。在今天的通气会上，主办方介绍，包括30余名国防部长、军队总长在内的官方代表团，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亚细秘书长、上合组织副秘书长、北约、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将出席会议。在参会的人员规格、规模以及代表性等方面，本次论坛又取得了新的突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活动的组织上，今年也进行了探索和优化，比如往年1对1的高端访谈调整为1对2，安排主持人与1中1外2位嘉宾对谈，让中外学者当面的交流互鉴，充分体现出主办方的开放、包容和自信。本届论坛以共筑和平、共享未来为主题，安排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包括我们像刚才说的这个核扩散的问题呀、人工智能的问题呀，包括俄乌冲突的问题、中东地区冲突问题等等，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需要地区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来共同推动的。吴建刚表示，在议题设置上，本届论坛聚焦全球安全关切的最大公约数，鼓励相关方深入交流、平等协商，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我们不回避矛盾，我们关注一些地区热点的问题，因为有冲突，有了冲突，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应该是化解它的办法就是让大家看能不能坐在一起。我们中方其实对于这个冲突抑制的观点就是政策主张就是要通过协商对话协商的途径来解决。